地久天长啊，永不分。先生赏脸，是不是点一曲？点一曲吧。啊，请先生原谅，敝店不收法币。哎，点一首《月圆花》好了，要周璇原唱的味道。哈哈，先生好耳力。敝店请的这位外号就叫金嗓子，唱出来不说比周璇的好，准保不比周璇的差。请先生稍等啊。清浅池塘，鸳鸯戏水，红纱翠盖碧帘。张国的局势走到今天这种地步，关键不在共产党，而在我们国民党。从上到下，几人为党，几人为国，几人不是为己啊？共产党没有空军，我们有空军，可我们的空军在空运走私物资啊。像方茂这样的人，以及他培养的17航空大队，材料我去看过了，无论是飞行空战技术，还是纪律作风，在空军都找不出第二个。要不是开封战役是无人可调，方茂和他的大队还在闲置。优秀的人才，我们自己不用嘛？是，建峰同志。对方茂敖及其飞行大队及时的发展，我们也有责任。但是现在，要对方茂敖及其飞行大队委以重任，隐患太大，还请建峰同志考虑。什么隐患？就你刚才那些怀疑？我刚才的怀疑只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呢？有什么就说什么，不要有顾忌。是。建峰同志，方茂敖及其飞行大队显然不宜再派做攻占了。现在派他们去北平调查走私贪腐，和负责物资运输，一定不会出现其他空军的走私现象。可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的贪腐，方步庭才是幕后的关键人物。总统和建峰同志曾经教导我们，看一个人忠不忠，首先看他孝不孝。我承认。方茂敖是空军的王牌，也敢做敢当，但对于他10年不认自己的父亲的行为，我不欣赏。他是否能执行好这次任务，我有疑问。建峰同志，我如果说的不对，请你批评。你讲得很对，年轻人总有人性的病。我就反对过自己的父亲嘛。建峰同志，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应该就是这个意思。人说无过，过则无胆改嘛。我当时不认父亲是真正的少不更事。方茂敖不同，他不认父亲是是非分明。白山日军轰炸我上岸，方步庭抛弃妻子，一心用在巴结空送2个靠山上，把他们的财产安全运到了重庆。让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死于轰炸，方茂亲眼看到母亲和妹妹炸死。那时也就17岁，还要带着一个13岁不到的阿弟，流落于难民之中。换上你，会认这个父亲吗？是，建峰同志。对方茂敖的调查，我很不深入，我应该检讨。建峰同志，请立即做出指示吧。
我可以马上着手改编方茂敖及其飞行大队，部署他们到北平的工作任务。记住2句话：用人要义，义人也要用，关键是要用好。昨天北平的雪场还只是一个开始，局势很可能进一步恶化，甚至影响全国。联席会议已经决定要成立调查组，去北平深入调查。成员里你是一个，还有许地英。你们能够对付共产党，可是都对付不了方步定。他背后是中央银行，是财政部，因此用好方梦敖是关键。还有，我同意你的建议，对那个崔中生深入调查。是。双双对对，恩恩爱爱，这软风儿将这好花吹，柔情蜜满人间。先生，你点的曲子已经唱了3遍了，你看是否换一曲啊？不点了，剩下青美金也不用找了。啊，谢谢。先生，我替你叫车啊。不用了。啊，先生这边请。来。慢走啊，先生。再来啊。去中央饭店多少钱？先生上车就是，钱是小事。你一个拉车的，钱是小事，什么是大事？您坐车，我拉车，准定将您拉到想去的地方就是。好，不去中央饭店了，去国民党中央通讯局。听您的，请坐稳了。我还是拉您去中央饭店吧。先生放心好了，大少爷的病全好了，下午6点就出了院，过几天可能还会去北平，家里人可以见面了。你认错人了吧？我认错人没有关系，先生不认错人才要紧。大家都饿了，这里就是我们革命荣军自己的家。上级指示，你们一律按校级接待，6人一桌，请随便坐吧。方大队长是单独的一桌，一会儿会有专人来陪，请坐吧。军事法庭已经判决，我们都解除军职了。你刚才说他们都按照校级接待，一定是听错了，麻烦你一下再去问清楚了，免得我们吃了这顿饭，你过后接受处分。不会错，这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决定。国防部预备干部局说他们都是校级军官，这个倒没说。方队长，都解除军职了，就当是预备干部局请客。是。是。这张吧，不错啊。给张个地儿。好。听我的啊，那桌上菜，谁抢着归谁。去俩，没了，开酒。抢一个是一个。情绪怎么样？一上来就较劲，把您安排那桌菜也分了，现在还装什么美国人？金将军，我们荣军招待所什么样的高级将领没见过？就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家常饭。我也没见过。把所有人都撤出去，外面布岗，任何人不许靠近。是。走。
着方梦敖这双无数次飞越过驼峰峡谷的眼，曾可他仍然坚信自己的直觉，这个人就是共产党。金国局长用人要以疑人也要用的方略，他无法理解，却必须执行。接下来自己要做的，就是正视这个人的共产党身份，把他再一次送上特种刑事法庭。辛苦了一天，我也没吃饭。劳驾，加个座。谢谢。这饭是吃不好。预备干部局准备怎么处置我们？请说吧。没有处置，但有新的安排。吃饭的时候什么话都不说，大家接着吃，我一句话都不说。对不起，我忘了，坏了你们的规矩。常务到。曾督察遵守新生活运动，不抽烟不喝酒，帮忙倒杯白开水去。是。请。继续吃饭。来了。先生好。
你母亲死于日军轰炸，建峰同志的母亲也死于日军轰炸，所以他能理解你。建峰同志托我向你问好。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建峰同志还说，他对你不能原谅自己的父亲，也能理解。别娘啊，侬个死鬼嘞，还记得搿屋里啊？3天2头往南京跑，要是养了个小的嘛，估计就打回国民算了。公死了，侬还好伐？两个小人挺好啊。好啥好啦？米也快没了，拎了钞票买不着菜。哦，今朝去交学费了，学堂还不收发币。哎，抽头里向我侪寻过了，侬那一眼美金侪撒到啥地方去啦？谁告诉侬了呀？就搿一美金投资了呀。人家投资侪住洋楼、坐小车，哎，侬搿金库负责人投资到啥地方去啦？我明朝就回去了，有啥闲话我来讲啊。这是让你们去反贪城府。2，除了运输任务，不给你们派作战任务。3，牵涉到你的父亲，就事论事。建峰同志这3条指示，你没有理由拒绝。还有，你一直很关心你一手带出的这些学生，3年学习，3年训练。难不成你让他们就这么回家吗？这些青年的前途，你丝毫不替他们考虑。这个文件你可以宣布，他们应该有前途，但请你在宣布的时候，先不要念关于我的任命。你不当这个队长，就根本没有必要成立这个大队。他们也就不可能有这么好的安排。南京特种刑事法庭的判决是等候处置。你不当这个队长，就根本没有必要成立这个大队，他们也就不可能有这么好的安排。南京特种刑事法庭的判决是等候处置。我知道，大家都知道。上面也知道，你是抗日的功臣。飞越驼峰死了很多人，你的命是捡回来的。越是有这样的经历，你更该多替他们想想。你让我想的呢？好，我就先向他们宣布。对了，你的家人还是关心你的。北平分行的崔副主任这一向一直在为你的事说情。他住在中央饭店，还没有走。于情于理，你都该去看看他。曾将军，打了10几天交道，还没有给你敬过礼。你宣布吧。全体起立！
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派令：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至北平分行方经理不停台见。该调查组由国民政府财政部总稽核杜万胜、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主任秘书王奔全、国民政府中央民时调配委员会副主任马林申、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少将督察曾可达、新任北平警察局局长兼北平警备司令部侦缉处长徐铁英5人组成。此后，北平物资运输皆由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所派之青年航空服务队执行。队长特检空军笕桥航校原上校教官方梦敖担任。央行北平分行5于北平复电称，其与75事件并无关联，便当密切配合接受调查，勿稍懈怠。方经理不停揽电即付，央行5于南京。踹被窝踹到我们头上来了，让儿子踹老子，这些人也太不道德了。你和孟豪有5年没见了吧？5年多了，终于能见面了，大不了死在一堆。哦，先别把这个高兴的消息告诉木兰，看看孟伟吃完饭没有，叫他上来一下。方某来了。爹，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方家的祖宗要回来了。大哥要回来了？不是明天就是后天。崔叔办事就是得力。爹，我看崔叔还是我们自己人。我也愿意这么想。崔中实是自己人，这次又救了你大哥，你大哥又能回心转意，认我这个父亲。你爹我有这样的福气吗？孟伟，你想不想知道救你大哥的贵人是谁啊？不是徐主任吗？小了。通讯局叶局长。叶局长要是管这样的事，他能当上这个局长吗？那就是宋先生或者孔先生亲自出面了。你爹我还没有这么大的面子啊，在别人的眼里，我是宋先生、孔先生看重的人，到底有多重，我自己心里明白。现在能救你大哥的只有2种人，一种是共产党，一种就是国民党专门和老一派作对的人。爹，那救大哥的到底是谁啊？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不只是救，而且是重用。对外是驻北平青年航空服务队队长
实质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经济稽查大队大队长。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的物资和账目，他都可以稽查，而且这些账就在崔中实手上。你现在应该明白我为什么怀疑崔中实了吧？你去了解一下，崔中实住在南京哪个饭店？中央饭店210房间。给中央饭店总机打个电话，问一下崔中实回房间没有。关键是要看看你大哥去了没有。知道了。你愿不愿意再干是你的事，谁也强迫不了你。但你既然问到我，我就再劝你一次。10年了，一直不理自己的亲生父亲，现在你又辞去职务不干，下面怎么办？没有了家，没有了单位，除了开飞机，别的事情你也不会干，总不能到黄浦江去扛包吧？别的不说，一天不让你喝红酒，不让你抽雪茄，你就受不了。我知道你以前给我带的红酒、雪茄，都是你们方行长掏的钱，我不会认的。我抽你给我送的烟，喝你给我送的酒，那都是美国人给的嘛，我不抽不喝，也到不了老百姓手里。那这3年多，我每次都来错了吗？事情过去10年了，抗战胜利也3年了。让夫人和小妹遇难的是日本人，毕竟不是行长。现在我们连日本人都原谅了，你连父亲都还不能原谅吗？日本人正接受审判呢，可他呢？还有你们中央银行在干什么呢？崔副主任，我们原来是朋友，如果我真到了北平，别说什么父子关系了，恐怕连朋友没得做了。你们真想我去吗？不能让他们再待在一起，给崔中实房间打电话。好。喂。啊，行长啊。是的，他来看我了。是，在这里，我试试让他接电话。
这一记摔门声，不啻在方步庭心里倒了一拳。10年了，儿子对自己的身具，自己对妇道的尊严，致使父子无任何往来。今天打这个电话，实出无奈，亦属首次。远隔千里，种种猜想，还是没有想到，听说是自己的电话，儿子竟会如此愤然离去。行长，你别误会，没有的，不会的。接您电话的时候，木鳌已经在门口了，正要走，他早就说要走了。行长，要是没有别的吩咐，我就挂电话了。我明天的火车后天回北平，见面以后我详细向您汇报吧。空军剑桥航空第11届第1航空实习大队，于民国37年7月6日改编为国防部北平运输飞行大队兼经济稽查大队，对外称中华航空公司驻北平青年服务队，直接隶属于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特检任方梦鳌为该大队上校大队长，所有队员一律授予空军上尉军衔，具体任务由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少将督察曾可达向方梦鳌传达。特此，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蒋经国，民国37年7月6日。哎呀，这天儿啊，怎一个热死了得呀！放心，北平比南京凉快。警察局长比联络处主任有风啊。啊，今天是你假期，你徐叔这条老命可就交给你了。徐局长是想要报答您的救命之恩吗？没，我倒不是这个意思。干了10几年了，就怕坐飞机。那您到时候坐前面吧，后面晕机。我不怕晕机，我就怕飞机掉下来。那等着掉下来吧，反正我能跳伞。怕也得走啊，徐局长，请吧。哎呀，你说这飞机上不会就一个降落伞吧？
后车一到，你敢不敢跳过去找你大哥？到时候你们就把我举起来，我就跳过去。行。还有，告诉秦川他们，今天是和平抗议，不许和军警发生冲突，也不要在这儿认他大哥。杨先生说了，你不可以在这儿认你大哥，听见没有？好扫兴！一定要找他签名，可以的。我真的特别想见到他。是梁先生说的，还是你说的？你自己去问他。我相信了。你待会儿车来了，我一定不去认，让你去认，好了吧？好了，我又没说什么，你就在这儿陪着我，我乖乖听你话，还不行吗？那你就别说话，别乱说话！你指什么使？有本事过来抓我呀！有本事你过来！你们四跟我来！抓我！遵守一下秩序，回去。让我过去，你不敢抓我，我想你的手呢。马局长，我们这些当兵的，真不需要你这样陪，你还回你车上坐着吧。鄙人是专门来接方大队长的，你不坐我怎么好坐呀？要不你坐我这儿，我站会儿。不，要这样我还不如下去走路呢。听着，把门打开，马局长要下去走走。不是。闻名不如见面的，方大队长真是乐天人啊！行了，看什么呀？开吧！方大队长开玩笑都听不出来啊！走。倒回去，咱们走后门。我们从来不走后门，怕那些学生。不是，方大队长，这都是从东北来闹事的学生，明摆着是冲着你们来的。你们要是有什么闪失，这都是我的失职啊。另外，大家都很辛苦，我得保证你们吃好、喝好、休息好。在哪儿呢？我们是北平青年航空服务大队，特地来调查75民生误刺案的。我本人叫方某，是青年航空队的队长，身后是我的队员。关于75民生误刺案，大家有任何线索，可以找我们每一个人。谢谢同学们，敬礼。
进公主府吗？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这里原先住的是11集团军的高官，今年4月份以后改成了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就是他们在这里明约办公，暗中贪腐，昨天晚上才给你们腾出来的。你们住吗？马局长呢？哎，我在这儿。就是他，来。哎，同学们有问题啊，你来解释一下。啊，好。同学们，你们呢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哎，人家方大队长他们是在南京开着飞机过来的，非常的辛苦。所有的事情啊，不只是他们，包括鄙人，还有这个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一定给你们一个答复啊，请多多体谅。哎，还是让方大队长他们好好休息休息，请大家都回去吧，回去吧啊！我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马局长叫我们回哪里去？就这里我再跟同事说，让开。马局长，你说这个地方是专门给我们准备的？哎，对呀，全部都是，没看就一块牌子吗？啊，当然，包括我们派来的为你们服务的后勤人员，还有这么大个公主府，就住我们20多个人，太冷清了吧？而且我们不需要什么后勤服务人员。既然北平市把这个院子报给我们了，我就有权安排。同学们，你们计算一下，住到这里边能住多少人？让东北来的同学尽量住进去。好。这不合适啊！北平市政府也不会答应的。现在我监管人员，听口令，向左转，接步走。把路上打开，让同学进去。你们徐局长跟我同期来的，有什么事我担着。报告方大队长，方副局长也是我的上级。快办！大哥万岁！金国青年万岁！就这样住进去要组织好，要组织好。告诉大家，以学校为单位分开住，让每一个学校为每一位同学登记好名字，不能有任何一个同学被抓。好，快去。好。你去找谢木兰，和她一起到方家去等方毛。接触他，这个人可以争取。大爸，怕热就别穿这么多嘛，我可要去把风扇关小了。我真去关小了。哎，
小玉，你说是关小还是不关小？那就要看你是真疼你大爸，还是假疼你大爸。就你狡猾，专会讨大爸喜欢。大爸，你是不是更喜欢孝玉一些啊？说嘛。我都喜欢。都喜欢。我是你外甥女儿，她是你什么人？你为什么也喜欢她呀？说真话，不许说假话。凡是好女孩啊，大爸都喜欢。假话？那我们学校那么多好女孩，你也这样喜欢过？我就说3个字，说对了您就点头。木兰，你要说不正经的话，我可要走了。心里有鬼才走呢。娃娃亲。大爸，今天我们同学都看到大哥了，你猜大家怎么说他的？大家都说大哥是真正的男子汉，你猜我怎么说？我说当然了，我大爸就是真正的男子汉，我大哥特像我大爸。我说的是真的嘛。真正男子汉遇到真正男子汉，2个人才较劲嘛。今天孝玉也来了，我们一起帮您对付他。小玉啊，我去给你爸爸打个电话，告诉他你今天就在家里吃饭，好不好啊？下人呢？都睡着了吗？来了。蔡妈、王妈，我说的话你们都没听见。孟伟，老爷招呼过了，这些照片只能夫人摆。小少爷用不着生气，我摆好这些照片，立刻就离开。少爷，方家有少爷吗？这个家的太太10年前就故去了，哪来的什么少爷？放下。过分了。小嫂，你先回去吧，我来摆。备车，送小嫂回去。是。有句话请转告大少爷，我是在你母亲遇难后，才嫁给你父亲的。那年去重庆的路上，你父亲一直对我很礼貌，我们是邂逅相逢。这句话，也请转告大少爷。
真不知道爹是怎么想的，伤心往事偏要在这个时候都摆了出来，这不是故意让大哥看了剜他的心吗？你大哥未必像你想的那样，倒是你，不要再让行长烦心了，怕你跟小妈吵架，一大早就躲到木兰房里去了。小题二字。孟伟，今天可都要看你了。知道了。李科长吗？北平航空青年服务大队安排住在哪里？调查清楚了吗？崔中实坐的哪趟车？是1次车。今天下午2点30分南京发站，明天晚上5点30分到北平。孔子的弟子在向他问孝。孔子曰：“色难。”意思是说，要发自内心的，以顺从之态度面对父母，此为色难。你既然心里不痛快，就没有必要在我面前装出孝顺的样子。爹，10年了，亲儿子不能见父亲，亲弟弟不能见哥哥。还弄出个共党嫌疑，扯出个铁血救国会。儿子在军营干的就是这一行，可是您把事情弄得也太复杂了吧？搁了谁心里也受不了。还有今天，您居然让那个女人把妈和妹妹的照片搬回家来，还要摆在客厅里。您这是跟共产党斗气，跟铁血救国会斗气，还是跟大哥斗气呢？你教训得对，儿子是不孝顺。这事搁上谁，也都会色难。是啊，我又要跟共产党斗，又要和国民党斗，在家里还要和自己的儿子斗。谁让我学经济学到斗争哲学上去了呢？我摆上这些照片，没有想和谁斗，只是想告诉你和你的大哥，这个国这个家已经容不下我们了。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你们平安地送去美国。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带着你妈、你妹妹一起去美国。如此而已。只要爹能安享晚年，儿子们的事儿，你就别再操心了，好吗？
我已经失去你妈，失去你妹妹了。如果再没了你们这2个儿子，我还有什么晚年？为了你，你小妈搬去外面住；为了你们兄弟，你小妈怀了我的2个孩子，都留了。你不该那样对她。你大哥到北平了，崔中是明天就回北平。剩下来我还有没有晚年，只有天知道。我这就去军营，无论如何也把大哥接回来，我们一家人一起吃好饭。小哥，是不是要去接大哥呀？何小姐，小哥，我们也要去。什么事都要掺和，你什么时候能不再给我找麻烦呢？啊？你想见大哥，我也想见大哥，怎么是给你找麻烦了？我再跟你提一个醒，你不要以为平时跟那帮学生闹事，他们因为我不敢管你，现在要想打出大哥的旗号闹事。我告诉你，事情真要闹大了，谁也救不了你。我们是代表正义，那不叫闹事儿，叫发出正义的呼声。在家里他是你小哥，不是警察局长，我们不跟他斗气。好好帮你大爸想想，怎么等你大哥回来，让他们好好见面。我们也有好些话要问呢。Morning, Sophie. Morning. All your books are on the second floor. Nobody there. The Mr. Yan may be coming here. Give me information. Let him go upstairs. Okay, no problem.马局长，不是说住在你们民事调配委员会的物资仓库吗？怎么把我们领这儿来了？方大队长，别说仓库不能住人，我现在让你们住在这军营，我都十分惭愧了。你看看，你们个个都是民族英雄啊，党国的功臣，上边一再嘱咐啊，一定要好好接待。我现在让你们住在这儿，我都觉得没法向上级交代呀！你们还要住仓库，那你们打开仓库门，房梁上肯定吊着一个人，那就是我。马局长，您这说话也太离谱了吧！我们都是抗战结束以后才进的航校，这哪来的什么民族英雄啊？哎，小伙子，你说这话可就离谱了。方大队长是真正的民族英雄吧？这得承认吧？哎，你们现在跟着他，你列队你得向前看吧，荣誉你得向上看呢，对不对？行了，日本人投降都3年了。哪还来的民族英雄？再说我们昨天刚在军事法庭受审，今天马局长就把我们封为民族英雄，你权力太大了。这里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都近，离民事调配委员会的仓库应该也不远。就这儿吧，自己的地方自己收拾，咱们进去。是。哎，那个哎，我说咱们的后勤人员呢？啊？
这铺的、盖的、用的，尤其是方大队长的办公用品，哎，还有吃的，怎么还没送来啊？已经给调拨委员会后勤部打过电话了，马上就送到。哦。上级的指示有没有传达？昨天传达的，有严格要求，只能做口头传达要点。英明。春明同志，我能结合当前的学运工作，谈一谈我对上级指示精神的理解吗？说吧。刚才上级指示说，北平的学生工作较好，波浪式的发动斗争影响大，但总的方针是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不是以斗争为主。可不可以理解为，广大学生对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的不满，自发地发动波浪性的斗争？我们既不能强行推动，也不要干预阻止。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党对学生运动的领导还是核心。75事件是教训。75事件，就是以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贪污民生物资引发的学生抗议事件。国民党当局迫于全国人民的抗议呼声，包括美国的干预，已经对该事件进行了调查。我认为，有一个人我们可以争取。谁呀？国民党派驻北平青年航空服务队队长方孟敖。春明同志，我理解你的顾虑。那个方孟敖，显然是属于上级指示中所说的政治情况特别复杂的对象，但是具体情况要具体对待。谈谈你的想法。方孟敖和我们发展的外围进步学生有非常特殊的关系，我们可以利用学运部的特殊关系去接触方孟敖。恐怕还要请示上级领导。那当然要请示上级。上级的一贯指示精神都要求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失去深入调查国民党内部最核心情况的有利时机。这一条，与刚才上级新的指示并不相悖。你打算派谁去接触方孟敖？何孝玉。什么国防部啊，铁血救国会了，哎，蒋夫人还有个戴局长都打过交道啊，没有一个像他这么牛气的。你没看他今天在大街上那个行为啊，那可不只是冲着我们民事调配委员会来的，那简直就是冲着党国来的。我告诉你，凭我的眼光，我就能看出这小子就是个共产党。我就不明白，现在国防部连共产党都用了，怎么没人说话呀？跟宋先生报告，跟孔先生。住口！闭上你的臭嘴！一群娃娃都摆不平，还宋先生、孔先生。宋先生、孔先生会来管这样的事吗？我告诉你，摆不平就把账交出来。这个副主任和局长有的是人来当。不行了，不是养你们这些混账王八蛋有什么用啊？拉这么点东西多长时间了？光窑子从来没看你们耽误过。局长，你生这气没道理。临时定了这么个地方，临时给我们一个电话，我们临时凑了这车物资，我们1个小时就过来了，我们耽误什么事儿了？我们？哎呀，你少说两句。局长一早到现在还没吃早饭呢。我没吃早饭。我告诉你们俩啊，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天，你们俩谁也不许吃饭。
整个北平200多万人都在挨饿，轮大今日轮到你们俩饿几顿了，跟我顶嘴。李武志，我问你，这个调配科长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你现在跟我说话，我身后一大帮人排着队等想干的。马局长，您是民政局的，我呢是社会局调回来的。是，您在这个民事调配委员会他是副主任，可我这小科长他是主任任命的。对呀，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你是主任任命的，但是我提醒你了，中央民事调配委员会马副主任已经到了，我一会儿就去见他。你衡量衡量，是你那个主任大，还是中央这个副主任大？我告诉你姓李的，我今天不把你撤了，我都不姓马。不是李科长，马局长批评我们几句，你这同志怎么就不接受上级的批评呢？你也不许劝他。哎，认个错吧，那青年服务队还等着安排呢。队长，那什么，今天是我们错了。话说回来，那您就是要撤我们，也得等我们执行完您指示，对吧？知道大小了是不是？赶快把车开进去，安排！安排什么按？混账王八蛋！看什么？开呀，上车！马局长，这方副局长吗？坐什么车来的？你刚才骂谁混账王八蛋的？啊？怎么？我骂他们俩，你听见了啊？我说你们俩真是混账王八蛋！方副局长来为什么不提前报告啊？有什么工作的吗？你们俩现在就给我贴辞呈！局长，你的批评连我都接受不了，下了车您就给我们一顿严厉的批评，哪有时间向您报告啊？好，你看着没有？方副局长都有理。好，我错了哈！赶快去安排，回头我回去奖励奖励你们，行不行？赶快上车啊！开车，上车，开什么？快开车！方副局长，你看看，我让这俩玩意儿给我搅的，我这个脑袋啊就是一锅粥。我应该想到啊，方副局长在这个时候应该赶时间来看方大队长，弟弟看哥哥嘛。刚才我给方大队长准备的好东西，忘了，一会儿就得拜托方副局长了。见了方大队长，替我转交给他。马局长，你没有父母生吗？开口混账王八蛋，闭口混账王八蛋，人家父母都是王八，你父母是什么呀？老弟，你怎么挑个这个字眼呢？谁是你弟啊？哎呀，不能这么想。你像我，如果骂他说你怎么妈，你能说我和他妈，哪能那么想嘛？是不是？就凭这两个东西今天的工作表现，亲爹来也得骂他混账王八蛋。你别多想，我可能啊，因为父母过世早，可能缺这方面的教训，所以老弟别多想啊，别多想。父母过世早就没有父母吗？我母亲去世也早，我也缺教训。方副局长，我不知道你这火从哪儿来，但是如果你想发，瞧得起我，你冲我发，发火等于排毒，我不往心里去，啊，发吧。你刚才有句话我得说明白了啊，我来这是公事，不是什么弟弟看哥哥。你们民事调配委员会那些脏事，我们也有调查的义务。顺便提醒你一句，我们新上任的徐局长，就是这次5人调查小组的成员之一。我来，就是他交给我的任务。收着吧，自己抽。混账王八蛋，怎么才接电话啊？响几声，响1声就得接。行了，不要解释了，
听我说啊，你去给我了解一下，北平市警察局新调了一个徐局长，今天晚上谁给他接风，在哪个酒楼？了解清楚之后，马上向我报告。好。 班长，这边还有呢啊！哎，来，接着，接着。这儿还有，这包这边吧，还有呢。不行，拿过去也要有证据。你们吃我们拿回去。这不是我跟你说了吗？我才知道是对。啊，拿走吧。拿过去吧。班长，这边还有呢啊！哎，接着，接着。 你好，请问方梦敖方大队长在吗？你是干什么的呀？我是方梦伟。您是方副局长吧？对。这里。 小孩净什么理？放下！看看，看我们兄弟俩谁更高一些。我就打开。 哎，这不错啊，正宗法国货，拿着。酒，一人一瓶；烟，一人一盒，分了。 看什么呀？分了吧。哥。 我不抽烟，也不喝酒。新生活运动，我不赶那个风潮。开始是爹不许我抽烟喝酒，后来是我自己受不了，一喝就难受，一抽就咳嗽。那你还总让崔叔给我带烟带酒。 哥一个人在外面，除了抽点烟、喝点酒，剩下的就是孤单。尤其这3年，飞机也不让你开了，有些事，爹虽然也有苦衷，可毕竟对不起你。收拾床铺，打扫卫生。今天晚上就着凉水吃饼干。
国民党别的不行，3、6、9等分得清清楚楚。这张床也就是中央军的一个营长睡的，居然是同床。也不知道那个家伙在这张床上睡过多少女人。你擦干净点，今天晚上你也睡这儿。好，今晚我就在这儿陪大哥说话。这床没你睡的份儿。你大哥自己一个人睡了10年了，从来不跟一个男人睡在一张床上。行了，别干了，咱们回家吧，我也饿了。怎么，不是来接我回家呢？啊，车就在外面，我来开，你坐边上。我正好熟悉下北平的路。起5事件5人调查小组抵达北平后，没有在任何军政机关下榻，而直接住进了时任驻美大使顾维钧的宅邸。该宅邸即1924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地。此时挑选此地进行调查，意在彰显国民政府对北平贪腐案彻查到底，以为先总理在天之灵的决心。报告，进来。徐局长，外面有人找。有话到这儿来说。报告局长，警察局来电话。警察局来电话，副局长以下各部门干部都在等您。说戒严还没有结束，据各处情报反映，工党跟学生还在酝酿闹事，他们该怎么办？都等着向局长请示汇报。这可是大事儿，徐局长就先去吧。葛达同志，你们先看着贪腐材料，我得先行离开。工党可能煽动学生闹事，警察局那边都在等着我回去安排。当然不能让共产党闹事。局长，了解了情况，还望回来跟我们通一下气。我先走了。今天这会是开不成了，我建议各自分头看材料吧。同意。那好，那就先各自看材料吧。听说那个青年航空服务队一到北平，就向学生们直接表态，还把北平市给他们安排的住的地方让给那些东北学生。曾督察，他们归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管，您最好过问一下吧，最好谨慎一点，不要授人以柄啊。我先调查一下再说吧。
仙女们，有花献花，有宝献宝吧。坏死了，太没用了，大哥。Thank you. So beautiful. 是花漂亮还是人漂亮啊？花很漂亮，人更漂亮。Thank you. 好啊，你一见面就打人家主意了。那我呢？我漂不漂亮？你也很漂亮。太勉强了，我不下来了。好了好了，还让不让大哥进屋了？还不下来，还小啊你！咱不听他的啊，大哥就抱着你进去。来，大哥万岁！大哥万岁！是这张吗？大哥，姑父，什么都不要说，饿了咱就吃饭，还不上厨房把吃的拿出来，就知道瞎闹。好，爹。让他一个人去，你们都跟着孟豪洗手。电块布不知道啊，什么都不会干，洗手去。好香，一定是姑父拿手活吧？什么都忘得了，姑爹这清蒸狮子头，谅你也忘不了。我以前做梦经常梦到您做的狮子头。都站那儿干什么呀？快坐下吃啊！
还少一个人呢。我和你爸都吃过下午茶了，你们先坐下吃啊！快坐下，坐下，坐下！快，小玉，大哥，我们先吃吧。小玉，我们坐这儿。我说了，还少一个人。你是说你小妈？姑父这话说错了，妈就是妈，不是什么小妈。蔡妈、王妈，出来一下。大少爷好。老爷有规矩，方家下人对晚一辈都只能叫名字，往后我们叫你什么好啊？蔡妈、王妈好，这里没什么方家规矩，早就讲平等了。以后你们叫我孟敖，我就叫你们蔡妈、王妈。赶快去通知司机，把夫人接来，就说孟敖邀她共进晚餐，大家都饿着呢，越快越好。哎，不用你们了，孟伟，跟我走，我坐你的车，咱们一起去。快去啊！怎么样？打着灯了也找不着吧？徐局长到。单副局长，给我介绍一下吧。局长，不知道什么原因，方副局长还没到，我派人去催一下吧。方副局长另有任务，就不等他了。局长已经见过方副局长了。他是第一副局长，就是他接的我。有问题吗？没有，绝对没有。都各自自我介绍一下吧。总务处处长马塔，行政处处长张奎，司法处处长韩明，勤务督察处处长曹书伟，侦缉队队长徐恒华，二队队长张海川，东部局长陈勇，保安警察一队队长陈军。听口音，孙秘书也是江苏人吧？对不起，我是吴兴人，浙江吴兴。哎呀，失敬失敬，原来孙秘书是立夫先生、果夫先生的同乡啊！我说怎么会有江苏口音呢？吴兴紧挨着江苏，就隔着一个太湖，人杰地灵啊！单副局长，好学问。见笑了。能在中央党部工作，那才叫真的有学问。没有学问，那也进不了全国党员通讯局。就像咱们徐局长，啊，陈部长那多大的学问呢？写了那么多的书，可偏偏挑了徐局长来做全国党员联络处的主任，这可不是有一般学问的人能够胜任的。徐局长也这么看重孙秘书。
孙秘书如果不见外，以后还要多多向您请教啊。单副局长言重了，刚才局长说了，他累了，洗完澡可能还要看资料。单副局长还有别的事儿吗？有一个极重要的人，想现在就见咱们局长。见与不见全看局长的意愿，请孙秘书进去请示一下。什么极其重要的人？马汉山。请问，马汉山是什么人？马汉山本职是北平市民政局长，4月份成立了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任了一个副主任。这个人对局长了解北平的情况非常有帮助。哎呀，见与不见，都拜托孙秘书进去请示一下呀。好，我去问一下。拜托拜托。如何？局长说，如果是关于民事调配委员会的案子，他可以见一下。当然是汇报案情情况的。那就劳烦单副局长把人领来吧。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2个字，谢谢了。英雄，铁英雄，铁英雄，自由部。你是孙秘书吧？啊？孙秘书，其实我早就听说你的英名了啊！你不知道，那时候在重庆啊，我和你们局长就差穿一条裤子了，连上衣都不分你我。是不是马汉山局长？正是鄙人。请坐。你们局长的马局长，我们在南京的时候就有规定，见长官必须通报，请你不要再为难我了。啊？孙秘书，局长，是马局长到了吗？是的，局长。让他进来吧。马局长，请。哎，田兄，哎呀，一城一别，转眼就是3载呀！哎呀，你看看，你这2鬓也见白呀！来，坐下聊坐下。哎呀，田英兄，你如果再不来，我是不想再干了。你不知道，党国这点事儿，我是没法干了。忘记了吗？啊，抗战期间咱们在重庆说的话了，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可是你不知道。来，坐下聊，坐下聊。大哥，来，喝茶。哎呦，疼！没事。我先说说啊，7月5号这场事儿，就是共产党的阴谋。你看看刚开始啊，1万多东北学生包围了市参议院，北平各大学又来了几万名学生，明摆着就是要造反呐。后来那不是把参议长的房都给砸了吗？
才杀了他们9个人，我们警察兄弟还死了2呢，几万名学生，我们才抓了几百。我就觉得政府过于忍让。你说这么大一个政治事件不管，反而成立了调查组，调查我民事调配委员会。老兄啊，这怎么能让我想得通呢？你说？关键的问题，恐怕不是7月5号那天的事儿吧？北平市参议院怎么会拿出这么一个提案呢？东北16所大学的学生进北平，那是教育部同意了的。你们民事调配委员会就是再缺粮，就缺这1万多人的粮吗？每人每月就15斤。老乡，你们的亏空怎么那么大呢？哎呀，铁英雄啊！谁？大呼小叫的干什么？长官，长官想出去看看，赶紧把门开开。长官，报告长官，上面有命令，为了您的安全，晚上不能出去。附近街上有戒严部队吗？报告长官，当然有。那就没什么不安全。我就到附近街上走走看看，一会儿啊，还从这儿回来。是。长官，要不我派几个人保护您吧？站好岗，保护好里边那几位长官，便是你的功劳。辛苦了。锁门吧。是。长官，车到了。不要开车灯。如果，我说如果啊，我们什么都按照财政部、民政部、社会部的规定去发放粮食和物资，我保证什么问题都不会有，他一个人的粮食我都不会缺的。现在问题不是出在我这儿。